谢官相对比较是一个复杂的角色，他行事很力果决，却又在仇人死后不经意展露出自己的情绪。你是我的仇人，却曾经是我的故人。你参与灭门我刘家，我便要拿走你的命。你死在我面前，我为你流泪。这眼泪买断曾经你我之间的亲情，却是这份亲情和仇恨的终结。当然我们在拍摄的过程当中，包括导演，包括编剧老师主创，就是他们也说艺术在于突破，在于敢为。就像老师说的，是不是会有点太狠了？击杀自己的亲叔叔，啪的捅的时候，你都把那个轿子那个门都捅坏了，真的是。但是我们肯定是用假力嘛，对，用假力。但是没想到，因为那马车其实要在晃，我们用力过猛还是怎么样，把那个我们当时笑死了。我说没把叔叔捅死，把那个轿子，把那个其实轿子开了也是很正常的嘛，但是穿帮了，要不然可以继续演。其实敢去这么做，有这个空间，但是去尝试了一下，我也希望观众能接受，会喜欢。但是现在还是比较有一些忐忑的。我个人也认为，一个剧本每个角色都不是非黑即白的，没有绝对的好与坏。其实，在拍摄的过程当中，大家就是很快乐，因为，戏里面所有的演员，每个人都是卯足了劲，怎么样把角色演好。在创作的过程当中，大家都是快乐的。动物是通人性的嘛，其实就像一个 baby 和小孩一样，你最大的就是要有耐心，就是和人一样，我觉得你怎么对人家，人家怎么给你回馈给你。狗狗也是一样，你爱它了，你呵护它了，你保护它了，它回馈的你就是这样的。人不也是一样的？你真心对别人，别人给你回馈的是什么呀？真心换真心。编剧老师没让他失望就好。拿到这个剧本的过程当中，其实还是有很大的感触的嘛。因为谢怀安是一个心怀仇恨、筹谋多年的这么一个人，亲眼目睹了自己的亲叔叔杀了自己的父亲，那种无力感。我又在想，那如果他是再大一点的，会怎么样？如果他是18岁，是不是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？因为他也是将军的儿子啊，他是少主啊，他是不是如果长大一点，是不是能跑过去？是不是能救下他的父亲？包括他是不是再有武功一点，是不是能背着自己的妹妹，就不会把妹妹弄丢了？你看他背着妹妹那时候，他其实很累的，他一直还是悔恨的，就是一直很自责，觉得自己还没有做到尽哥哥的责任，也没有做到尽儿子的义务，背负这些干嘛？我的目的很准确，就是要复仇。所以其实他活着的每一天都是肯定是痛苦的。那有句话不也是说吗？和那个乘船人最好一辈子不要见，他都不知道自己能活多久啊。一个自己对于自己都没有未来的一个人，他又怎么敢呢？对于别人誓言、诺言，他可能都没有想过吧。唯一的亲人就是他妹妹，他看他妹妹看到是什么，他是开心的，他又压抑住自己的那一份情感，他不能表露出是开心快乐的，因为他如果太快乐太开心的话，对他妹妹造成的是什么？所以因为想起他的时候，包括跟他妹妹接吻，你说他内心开心吗？比谁都开心。我相信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人比他更想见到自己的妹妹。再看他妹妹也养得挺好，很好看，白白的，干干净净的，让他就是过一个普通人的生活，对他来说就是恩赐了。所以其实看到妹妹的时候，我去演的时候，当时也做了一个，当时我说是不是要见到妹妹时，第一刻的时候给观众一个是微笑，或者是立马收住，但我觉得不要，因为其实我们当时看很多戏，见到一个亲人的时候，你想见的人，你肯定不由自主流露出的是什么？开心快乐。
哪怕再压抑住的时候，都会有那一面。但是谢晚安是个模式，他告诉自己，我要做什么，我怎么做，他不能让自己错。所以他见到妹妹的时候，他当一个陌生人，其实不好把握，就怕是面瘫，你没有情感，面无表情，就是做了一下这样的处理。所以我觉得这是谢晚安应该要做的。所以他一直压抑住自己的情感。你说他不想让妹妹吃一顿饭，他觉得把世界上最好的都要给他，所以其实不能啊，大仇未报。因为你看虎贲势力多大，哪里都是他们的人，错一步满盘皆输啊。所以其实是这样的一个情况。